哇，这个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小米的车子。那这不仅是小米车子，这还是最新的那一款小米 U7， 来看一下。那很多人在开玩笑，它的外形很像法拉利现在新出那一台。法拉利不是有一个那个旅行车的那个车型，大家有点在笑说啊，像抄袭。那车头当然是有人说是抄袭那个迈拉伦，是不是？我觉得比较像保时捷。你觉得比较像屁股有点像保时捷。OK， 那现在亲眼看到，我觉得车型是，我觉得是蛮好看的。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蛮帅的、还蛮帅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前行李箱的空间，整个车身。然后它前行李箱还不错，它是从这边直接按，它就可以开启。然后直接给你是电动的。好，那我们特斯拉是要自己改了，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中国他们这个在他们电车市场里面，那算说非常有竞争，所以很多这些比较舒适性的配备都直接配给你。那前行李箱的空间看起来也是算蛮大的，就是也还蛮宽的，所以算是很堪用的一个空间。好，把它关起来。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后行李箱的空间好了。那先看一下它的屁股，我觉得是蛮好看的啊。对不对？整个车的这个屁股的线条、肌肉线条，我觉得是抓的还不错。那只是说，这个我觉得 logo， 你看这边已经写一个小米，然后这边又再写一个英文的小米，然后这边就是车的型号。那我不太知道说是不是他们法规的关系，一定要也有一个中文的商标，因为特斯拉也是有一个他们特斯拉中文的商标。不然这样，我觉得这个车的屁股是蛮好看的。那这个 logo 我是觉得搞不好他们以后可以改成一个比较专门车标志式的，或者看起来比较精致凶一点的这个 logo， 我觉得会更好看一点。然后现在看一下它的后行李箱的空间，感觉起来就还好哦，并不算是非常的大。如果说对比 Model Y 或 Model S 来讲，就感觉深度就没有那么深。那另外我们看它里面的地方，其实底部就算有些空间，可也不算非常大，并不像特斯拉那样，可能可以放进那种20寸的行李箱，可能还可以放2个。那就这个就空间算是看起来比较有限一点。那这个在下面好像就也没有什么空间，小小的空间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坐进它的驾驶室看看。哦，哇，我觉得舒适度一坐进来，这种舒适感觉是还蛮明显的。啊，整个这个车是包覆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跟特斯拉的造车逻辑是有点不太一样。你看整个车的仪表板，然后前面又还有一个反射式的这种仪表板，亲眼看到是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它的控制这边还有那种像保时捷跟宾士的这种旋钮，不一样的运动的模式、舒适的模式可以让去调整。那这个是什么？这可能可以看到哦，这个是可能辅助驾驶的按钮。那另外这中间的中控萤幕也是很像特斯拉，就做一个大萤幕在前面。那整个的设计的逻辑，我觉得也非常像特斯拉。哦，可以做这样啊，一个车子的哦，它可以有3个。OK， 还不错。哦，然后设定就跑到这边。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前面这个仪表板，它是这种反射式的，那它是有3片不同的萤幕，用这种反射的方式去。让你看到，那这边就是这个现在你选择的模式，然后这边在调整的时候还有跟着变，然后还有它的电量，那中间就是看到车现在的状况，看车门一打开什么，然后最右边就会看到现在可能在使用什么 App 去播放什么音乐。那另外在这个充电板的地方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一个这种充电板散热的地方放在这边的出风口。OK， 好，开始充电。然后下部的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收纳空间，是做整个开放式的。那对比特斯拉是很深下去，然后会上面有个开盖让你去看它，这边就是整个打开。那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美国车做这样的设计，那我自己是觉得我喜欢这样的开阔空间，但同时也会担心东西可能会露出来卡到你的油门卡到你的电门什么等等，这大家就自己要注意一下。然后看一下中间的空间，这有置杯架吗？置杯架这边，我觉得这置杯架是开放式，然后中间有个收纳的空间。小爱同学，在，可以帮我打开手套箱。手套箱开了。哦 ，OK。哦，这手套箱看起来实用不少，因为我那个 Model Y 手套箱非常的小，那这里可以卡一些文件，而且深度非常的够。OK。同时你看到它车旁边会有这些锁。这些像金属的这个地方，那这些都是让你去可以锁不同的它的配件。
那他们可能会出很多不同，可能不管是这个手机支架或什么，那你就可以再用这些地方可以去做它的扩充跟延伸。那看一下后座的空间吧。OK， 好，那这个后座哇，这么斜啊。那刚前面就是我驾驶座的这个位置，那现在后座这边的话，空间是还 OK。它倾倒的角度算是非常的多。那另外前面这边有一个小萤幕，看起来像手机的大小，可以拿下来，真的可以拿下来。哦，真的，它是小米手机吗？我不知道，做一个像手机的东西放在这边。哦，可是它的操作的方式就是直向式，横向式的。然后这边有一个 Type C 的接口。它就可能用做手机的逻辑做成一个后面的萤幕，我觉得这个某方面有点合理，因为特斯拉的萤幕在这边，我小朋友抱怨说他在操控上面可能稍微有点困难，然后你玩的时候可能开车的时候你也会头晕，那这个拿起来的话好像就比较合理，但同时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手机，需不需要再多一个这样的萤幕去玩它？我觉得这可能就不一定是真的有这样的需求。看一下它调控冷气也是学特斯拉吗？哦。再来底部这边有2个 Type C 的接口，那这边有个按钮，不知道什么啊，冰箱啊，这个我喜欢，视野没很大，但是至少有，可以放咖啡。对啊，2个可乐啊，什么咖啡就可以放在这边。然后底部这边是这边有个小抽屉，只有一边有，那我觉得这也不错啦，可能放一些什么耳机啊，什么东西，出远门的时候可以放在里面。然后另外这个地方它也是给你做不同东西的扩充，你可能可以用平板支架、手机支架，它有很多扩充套件可以让你去使用它。那这边有一个可以挂东西的，可能挂衣服、挂衬衫。那另外冷气出孔除了这边之外，这边有2个冷气出孔放在这边，那左右都有。车顶天窗也是非常的大，也是做这种整片式的车顶天窗。好，那这边放下有2个置杯架在这边。然后有一个小置物的空间，那我们要来试驾看看吗？开看，感觉怎么样？那我们上路吧。开起来很像油车，它的油门的感觉。这车的价格大概多少啊？低配的应该是25万多，就26万。那这样是台币100出头。100出头。哇，我觉得目前开起来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很像油车，而且它很像现代我们上次开那台 Ioniq 6，是不是？它的底盘撑起来的感觉，跟我们刚刚过这些坑洞，它的这种回馈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就是它整个车室感觉也是非常的安静，然后驾驭感也非常的舒服。你们坐起来觉得怎么样？它的避震回弹的速度比较快，回弹速度比较快，那是比较好还是比较好？比较台湾一定会没有晃那么多，你觉得在台湾会？在台湾一定会卖爆。对啊，这个就200万也有，200万也有很多人没。所以这个价格应该就是在这边是接近 Model 3的价格，差不多。之前这个价格应该比 Model 3之前降价之前还要便宜，还要再便宜一点。那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我觉得竞争力真的是很强。可是这个我觉得在这边很多新能源车都是水准都做得很好吧？你在这边开过其他的新能源车，你的感想会觉得说这一台水准应该算是就是在这个价位算是正常水准。算正常水准，所以一般都是有至少做到这样的水准，这样子。基本上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小米这个做的综合能力还是比较好啊，整体比较平衡。你说软硬整合这些东西？对，软硬整合比较平衡，而且它的品牌力、品牌价值还比较高。因为其他一些品牌的话，就相同价位的车其实没有这么能打。对。也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牌一直在出来，但是小米毕竟它就是一个本身就很有名的品牌了。对，如果放到其他品牌的话，可能就会再增加一些别的配置。为了竞争，就可能再多点一些配备。现在大陆特别卷，所以小米反而是说，可能在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车里面，可以利用它的品牌，有点像中国的特斯拉这样子吗？差不多。我们那边看到的讯息就是很两极，有人就觉得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就是已经做得太好了。那有人还会觉得说，特斯拉还是很多方面还是做得更好。特斯拉在电子方面应该还是领先的。电子方面就是它的整体的电子架构， Okay. 现在国内其实很多都没有追赶上来。传统的一些车企，像大众啊，像一些
长安啊、长城啊这些企业，他们其实还是用传统的那套逻辑在做车，但是他们在学习这些像小米啊、特斯拉这种，他们把一些新的东西加进来。当然，传统车企的优势就是他们本身的底子比较好，他们整个供应链配套都比较完善，所以他们能整合的这些配置什么比较多。比如说这个玉器，少一个遮阳帘，然后后排又没有那种遮挡的遮阳帘，可能其他的一些品牌他们就直接把这个配置就加上了，尤其是找一些这种竞品他们一些弱势的地方。这个就是很大的这个竞争卷出来的这种结果。因为这个整体的产业链其实还是一个过剩的状态，是可以体会到啊。如果说这样的车，我觉得也不要说进到台湾，我觉得放到世界上任何市场，其实就是他们当地的汽车产业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啊。好，那整体来说呢，我觉得驾驭感觉就是非常好。那我们刚刚说这个换算台币大概100万出头的车子，那体验起来的话，差不多是在那个价位。那可是我觉得整体里面车机就像这个萤幕啊、仪表板啊，还有这些整个车舱的这种包覆度跟舒适度，我觉得这个配备的等级来讲，那当然感觉起来是非常高。那我觉得当然在中国这边，他们现在车子市场的竞争，消费者就会越便宜的价格得到越好品质的东西。那我觉得对比特斯拉来讲，我觉得应该可以感觉出来为什么他们说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现在面对到的挑战越来越大。因为当然说，如果一般人去买车的话，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当然说到全自动驾驶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说一般人在开车的话，开起来的感觉的话，特斯拉说真的，你说会比这个舒服，好像也没有。但其他方面可能在电子方面，可这个可能在一般人在使用上不一定会这么的有感。可以感觉出来说，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他们也是要去思考的问题啊。你说在美国那边，像特斯拉这种公司，他们可能从0到1做得非常好，但当这个市场在成长发展起来之后，那很多人都可以做到这么好品质，然后在很多这些舒适性的套件，还有这些全部的其他的方面再慢慢再加强，然后又用更低的成本去做到的时候，那是自然会有更多竞争。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这一类型的车子，我觉得今天不只是说到台湾可能会造成很多产业上面的冲击，我觉得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进美国，可以进日本，可以进任何国家的话，我觉得以他们可以做出来成本可以拿到的东西，应该每个车的市场都要蛮担心这个部分。OK， 那我们今天就很快速的体验一下这个 U7第一次驾驭的感觉。那我觉得整个车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在开箱体验更多不同的车子，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心得。OK， 好，那我们今天就一天体验完 Model Y L， 然后再来开小米 U7，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